古斯塔沃想见典狱长，叶晨也一样想见，最好是能找到一个既能见到典狱长，但是又不会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察觉的机会。不过，由于监狱情况特殊，对叶晨来说，想达成这个目的也并不容易。看来，古斯塔沃算是一个契机。在叶晨看来，接近古斯塔沃，起码比接近典狱长容易些。毕竟自己现在跟古斯塔沃刚好在同一个监区。于是，他问面前的卢卡斯：“我如果想跟古斯塔沃做朋友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”谁？古斯塔沃。卢卡斯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一般，笑着说道：“兄弟，古斯塔沃没进监狱之前，不只是墨西哥的大毒枭，还是能排进全球前100的大富豪，更是墨西哥首屈一指的私人武装统领。他关在这所监狱，对咱们这些普通人来说，几乎等于老虎关进了猫窝里。他怎么可能跟咱们这种人做朋友？”叶晨听到这话，不禁哼笑一声。在卢卡斯看来，自己与古斯塔沃根本就没法比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古斯塔沃跟自己根本就没法比。比钱，古斯塔沃的资产后面再缀2个零，也未必能比得上自己。比队伍，就他那点贩毒武装，在万隆店面前又算得上什么？况且自己也根本不屑于一名毒贩做朋友，眼下也不过是利用他罢了。不过卢卡斯的话也给叶晨提了个醒，虽然自己各方面实力都比古斯塔沃强很多，但目前在布鲁克林监狱，古斯塔沃肯定是瞧不上自己的，或者说古斯塔沃瞧不上这里的任何人。怎么接近古斯塔沃，看来还要好好想想。就在叶晨一边吃饭一边思忖方案的时候，他余光看向第2监区老大约瑟夫一众人那边，发现约瑟夫和他的手下明显开始越聚越多。一开始还是稀稀松松的坐了10几个人，现在已经围上来30-40人，将约瑟夫和他身边的心腹围在中间，好似正在开会一般。叶晨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阴谋，便用灵气查探一番，感知到最中间约瑟夫的身边，一名小弟从怀里取出好几把匕首形状的东西。约瑟夫将这些东西逐一递给身边最信任的小弟，随后低声嘱咐道：“等会一旦事态升级，你们找准机会，直接把古斯塔沃干掉。记住，刀尖直插心脏，只要有人一刀插进心脏，其他人就把刀插进他的后脑，这样就能确保他必死无疑，神仙难救。只要古斯塔沃死了，我们以后的好日子就来了。”几名小弟将匕首藏在衣袖里，一脸激动地连连点头。其中一人问道：“那古斯塔沃的小弟呢？我们也干掉吗？”约瑟夫点点头，冷声道：“谁挡就干掉谁，反正大家都已经是终身监禁，不可假释了。杀一个是杀，杀10个也是杀。”叶晨微微一惊，刚才听卢卡斯和古斯塔沃自己的分析，约瑟夫应该是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指使，来给古斯塔沃找麻烦，顺便消耗他在布鲁克林监狱的有生力量。可是眼下这约瑟夫竟然是想直接把古斯塔沃干掉。叶晨心中暗忖，罗斯柴尔德家族费了这么大力气把古斯塔沃关在自己控制的监狱里，肯定不可能就这么把他干掉，所以让约瑟夫干掉古斯塔沃的很可能另有其人，而这个人实力也一定不容小觑，否则也不可能让约瑟夫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置之脑后。如此推测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古斯塔沃桑切斯家族中的一员。仔细想想，对桑切斯家族目前的在位者来说，留着古斯塔沃在美国人手里，就等于给自己上了一道紧箍咒。稍有不配合，家族里的其他人恐怕就会认为
他是不顾古斯塔沃的死活，所以古斯塔沃活着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掣肘的存在。如果让古斯塔沃在监狱暴动里直接挂掉，这个掣肘就会荡然无存。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，都将失去直接拿捏他的筹码。想到这里，叶晨微微一笑，心知机会来了。于是叶晨便问他，这所监狱发生过暴乱吗？当然，卢卡斯随口道，暴乱在这里就是家常便饭，狱警也不怎么过问。他们就像养狗场的主人，把一群猎狗关在笼子里，随便他们撕咬和争抢，他们只管在铁栅栏后面看热闹。等热闹看够了，就进来干预一下，把撕咬的猎狗们分开，把尸体拖出去，再把活着的猎狗各打上50棍。说着，卢卡斯问叶晨，怎么忽然问这个？叶晨看向约瑟夫那边，眼见约瑟夫的手下都开始散开，从几个方向朝着古斯塔沃的位置迂回，便低声道，我感觉他们要搞事情。卢卡斯见惯不惯道，正常，他们搞事情目标明确，咱们躲远远的看热闹就行。叶晨微微一笑，放下勺子，笑道，远远的看热闹有什么意思？我这个人就喜欢凑热闹。说罢便站起身来，缓步向着古斯塔沃走了过去。此时古斯塔沃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约瑟夫的手下虽然四散开来，但这些人似乎都是向着自己迂回，有的是直接朝着自己直线过来，而有的是绕了几个弧度不等的抛物线，甚至有些绕到另一侧将自己包在其中。他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，对身边的手下冷冷道，看来约瑟夫今天就要动手。10几名手下一时间都紧张起开。按照古斯塔沃的分析，约瑟夫是想削弱古斯塔沃在布鲁克林监狱的实力。谁是古斯塔沃在这里的实力？不就是自己吗？所以他们本能地以为约瑟夫的人是冲着他们来的，所以一个个都如临大敌，准备迎接一场硬仗。关键是他们这些墨西哥犯罪集团成员在外面战斗力虽然强，但那靠的都是手里的枪和一颗残暴的心。给他们一把手枪，他们敢一枪一个打死7、8个手无寸铁的平民。可一旦他们没了枪，光靠那颗残暴的心，战斗力根本就不是这些美式肌肉男的对手。毕竟残暴的心不能强壮他们的肌肉，真动起手来，约瑟夫手下那帮整天撸铁的肌肉男，一个能干他们2个。况且古斯塔沃的手下实力不占优也就罢了，人数也不占优。在布鲁克林监狱，约瑟夫的小弟以及仰慕者至少几百人，眼下调动起来的肌肉男就有30、40人。要是待会儿打起来，还不知道围观的人里面会不会再冒出几10上百人放黑脚。古斯塔沃此时躲在10几名小弟的身后，一脸冷漠地看着那些正在围向自己的肌肉男，并未意识到自己危机将至。他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无非就是不想让自己太痛快，今天要是真被干掉几个小弟，那以后自己稍微低调点便是了，但不妨碍自己继续吃吃喝喝玩女人。于是他站起来，远远地看向约瑟夫，表情愤怒中带着几分冷酷。他觉得下次自己在跟罗斯柴尔德家族谈合作的时候，无论他们让自己做什么，自己都要附上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干掉约瑟夫。反正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，约瑟夫就是他们养在布鲁克林监狱里的一条狗，这条狗死了，换一条也不影响。自信又倨傲的他根本就没意识到，今晚真正要被猎杀的是自己。